有一个全人类共同的通病，你一定有中，就是我们有选择障碍，却又想控制一切。去吃火锅，你会说我要牛肉，但不要太肥，我要菜，但不要苦瓜，我要蛋饺，但只能煮5秒。去教会，你会说我要恩典，不要苦难，要祝福，不要修剪，要神爱我，不要神管我。今天我们来看诗篇78篇9到31节，讲的就是当人把信仰当点菜，但忘了自己不是厨师，是客人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，拿着弓，在打仗的日子转身退后。第9节，你知道这句话的翻转是什么吗？全副武装，打卡进场，遇到难关就说我不干了，是不是很像现代基督徒版本的消失系门徒？受洗那天，主啊，我一生跟随你，祷告没回应，主啊，我可能不适合这份信仰哦。碰到人生低谷，主啊，你在搞我吗？不跟了。以法莲当时就是这样，明明手上有武器，心却没预备。这就好像你穿防弹衣上战场，结果敌人一出现，你说这衣服不配我，我先走。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肯照他的律法行，忘记他所行的和他向他们所显的奇事。10到11节，简单来说，他们有选择性失忆症。上帝刚刚救过他们，结果他们转头就忘。这比你跟男女朋友刚刚庆祝完3周年，转头他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啊，还扯欸。诗人开始列出一连串的神迹，在埃及行神迹12节，分开红海13节，白天用云柱，夜晚用火光14节，在旷野劈开磐石，让水流出来15到16节。如果这发生在今天，会上新闻头条，拍成 Netflix 迷你剧集，还有一堆 Podcast 讲解。但这些以色列人呢？他们不但忘记，还开始质疑神的供应能力。他们又试探神，心中求食物，并且妄论神说，神在旷野，岂能摆设宴席呢？18到19节，神啊，水可以啦，但吃饭呢？菜单呢？3菜1汤可不可以？甜点要热的。是不是很像我们今天的祷告？神啊，你让我工作找到，但可不可以不要是我现在这个老板？顺便再来个年终奖金3倍，感恩呢。这种神啊，我想点菜的态度，诗篇里写得非常清楚。他们不是缺乏，而是贪心；不是需要，而是挑嘴。他吩咐天空，又敞开天上的门，降玛纳给他们吃。他降肉给他们，像尘土那样多。然而他们贪而无厌，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，杀了他们中间的壮士。24到31节整理，神真的给了他们吃到嘴巴酸，吃到恶心，吃到死，吃到你爸妈会说，当初就跟你说不要一直吃零食当正餐。我们很多人也一样，祷告想要精准回应，但不想顺服调整，想要上帝祝福我们的计划，但不想参与他的计划。
想要他是供应者，但不愿他是主宰者。这种信仰会吃坏肚子，因为你一直在点你想吃的，却从没问主啊，今天你预备的是什么？真正的信仰不是自助餐，而是一场邀请你进入神厨房的晚宴，不是让你点菜，而是让你信任大厨的手艺。朋友们，下一次当你想对神说，我想这个，不要那个，记得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主啊，你今天要教我什么？祝福你，不是吃得撑，而是吃得对，活得深。